大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人提出要夜审3位疑犯。谁？是我。在下顺天府第一讼师陆世杰，受唐门委托，这是上诉文书。依据《大明问刑断议卷》第28纪29条、16条，我要状告大理寺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逮捕无辜百姓唐喜、渊然、乌千古3人。多谢陆宗师救我们于水火之中，我这把老骨头受点委屈倒是不打紧，可怜我这渊然妹子，本就身子柔弱，好端端的还被刺激出了异常。还有疯丫头被大理寺少卿所伤，内伤未愈又受到惊吓，现在还在这里遭罪呀！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，堂堂大理寺竟干出如此对待老弱妇孺之事。裴大人，依据《大明问刑断议卷》第28纪29条、4条、10条、15条，我要加告大理寺对老幼的拷问精神凌虐，企图以严刑酷法屈打成招。依据大明律例，尔等追加问责并无不妥，但此次案情经由东基市场锦衣卫插手，这陆总师，他们3人虽是被大理寺抓捕归来，却是受我锦衣卫所托。别说是抓捕、审问、动用私刑，便是将他们就地处死，也是我等权力范围之事。此番追加问责，不予成立。是草民唐突了，审镇府使大人有诏谕之权，但也要先审后断。万不会愿于皇权之上以冤假错案来回报圣上的一片信任。毕竟我朝开国以来便以利律治天下。那是自然。为防止他人妄自揣测场卫行径以表清白，此次提督大人命案，才会交由大理寺处理。我等在旁协助。我大理寺依照大明律例，一定秉公执法，绝无懈怠。现在就壮师陆世杰所申诉之问题进行询问。疑犯唐喜，尔等可知今日为何将你们抓回大理寺？回大人，草民不知。现在请少卿张毅对疑犯进行询问。是大人。疑犯乌千古疑似使用致幻药剂，扰乱法场秩序，造成百姓骚动，致使提督大人遇害。疑犯渊然疑似使用傀儡木偶对锦衣卫进行人身攻击。疑犯唐喜疑似假扮成雪女窦娥，协助罪犯李晨阳逃离法场。3人当街细说昨夜结案，公然挑衅大理寺与锦衣卫权威。乌千古、渊然、唐喜，你3人可认张少卿指认之罪？睁眼说瞎话，这是诬陷。奴家就是个小女子，大人不要冤枉人啊！草民相信大明律会给草民一个公平正义的判决，以还清白。 3人拒不认罪，现在请壮师为3人辩护。多谢裴大人，我朝以证据为依据，大明律之为准绳。在下敢问大理寺少卿张义章大人，您怀疑吴千古使用幻术药剂扰乱法场秩序一事，是否可有证据证明？丹青，将证据呈上。这是我收集到昨夜法场的柳絮，还有吴千古赠予百姓的梅枝。这2个物件中的药剂混合在一起，会使人产生强烈幻觉，并攻击伤害他人。张大人提供的证据并无不妥。昨日在下也曾目睹现场之事，今日听大人们解惑，顿时让人迷雾。吴千古，这梅花是你所赠百姓之物。回大人，这梅花确是小人之物，但其中的药剂是为了催化梅花的开放，并无害处，能让嗅到梅花之人心旷神怡。那这柳絮是你家中的柳絮？在下家中并无柳树，何来柳絮啊？非要强加于我。京城柳絮纷飞，那么京城的百姓都是柳絮的主人吗？诸位也听到了，
吴千古承认赠予百姓梅花，但并不认柳絮之事，只因梅花当中一无害药剂，便诬陷身为方术师的吴千古，未免太过草率了吧？可这柳絮当中确实有吴千古调制的药剂。张大人，大理寺是找到了吴千古亲自手写的药剂配方，还是此配方出自于证人之手，亦或者是采买药剂的票据？目前还没有有效证据，那就不能将此断罪。无证无据就是栽赃，是嫁祸，是张少卿办事查案还不够周全。裴大人，沈镇抚使大人，大理寺万不能冤枉这样一位江湖艺人，而寒了整个京城百姓的人心呐！我只求各位大人能够公平公正罢了。顺天府第一壮士，并非空有其名。陆壮士，本官自有决断，已继续询问。张少卿，渊然所犯罪过的证据，请大理寺仵作上来陈述。禀大人，从已故锦衣卫大人们的尸体来看，致命伤为身陷幻术，绣春刀互相砍杀所致，但尸体上的刀伤却又不同于锦衣卫绣春刀的刀伤，因此，我推断为是渊然在利用装扮成恶鬼的傀儡木偶，混在锦衣卫中混淆视听，让锦衣卫怀疑自己所见之物的真假。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操控与人同等大小的傀儡木偶，并且伤人呢？所以在场众多的百姓证人当中，有谁能够证明是渊然操控所谓的傀儡木偶，并且伤人呢？亦或者是找到的伤人的傀儡木偶，也让小的见识一下。昨夜百姓接中幻术，大家混乱中只顾着逃命，没有人看到他是如何操纵傀儡。至于傀儡现在在哪儿，那就得问罪犯渊然了。奴家的傀儡就是唱戏的木偶，如何到达得了伤人的地步？大人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。这么说来，只是因为案发现场发现了傀儡尸，并将傀儡推测到了傀儡师身上。张大人凭借着自己的猜测跟想象，给这样一位西域妇道女子断罪，着实让人怀疑林有异域歧视。大胆陆世贤，不要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。小人不敢。若大人想要为渊然断罪，即可发布悬赏告示，找寻昨夜的百姓证人。现在与我这公堂之上口舌之争，在大明律法面前毫无意义。张毅，你办案怎会如此草率呀？此时是我疏忽了，将精力全部放在追击李晨阳之时，使得大理寺只能历尽于此。回大人，证据不足怪我，但唐喜劫持李晨阳是由我亲自追踪，并与其交手。他使用的武功与暗器皆出自唐门。张大人，大明刑令中明确指出，追捕、论罪、定性原则。这我知道，大明律捕王条例规定，抓捕疑犯需1人以上小队结伴抓捕，以免出现诬陷、误判。怎么，你是在教我做事？小女子不敢，只是好心提醒大人，以免在参加今年督察院举办的大明律考中错失送分题。你，诸位有所不知，唐门少主唐喜自幼熟读大明律例，自然不会做到知法犯法、罪加一等的蠢事。更何况，张大人当真遇到唐门少主，恐怕此时已经在义庄躺尸了。唐少主，不如将你此次来京所佩之剑交诸位端看一下。审问前被大理寺官员收走了。呈上唐喜佩剑。这是明太祖亲赐我先祖的尚方宝剑。若昨夜我持此剑与张大人交手，绝不会手下留情，能先斩后奏的，可不止场位。不过这尚方宝剑又不能证明我的清白，我不过是小小的炫耀一下。我府中还有3块丹书铁卷，实在太重，不然也一并带来。今日疑犯个个有备而来，实在是小瞧唐门少主的本事。唐门助太子完成大业，100年来不求功名利禄，却广结善缘。张毅，
此次参与李晨阳案子，莫不是另有企图？破案之事虽刻不容缓，但你心浮气躁，却适得其反。自罚3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念你重案在身，降为10大板。大人教诲，属下铭记在心。本官大理寺卿裴元东宣判：吴千古、唐喜、渊然无罪释放，但你3人仍有部分嫌疑尚未排除，京城封城3日期内不得擅自离开。为证清白，自然听从大人安排。退堂。张大人，张少卿，今日你当街向我无故行凶，致使我险些丢了性命，没了清誉，这事儿该如何？哼，干嘛？跟我耍无赖啊？你明明武功这么高强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我若还手，岂不是要背一个伤害朝廷4品命官的重罪，被你们扣在大理寺？还是说再请陆颂师为我们走趟流程？那你想干嘛？干嘛？面纱钱和疗伤钱。你这都给你。我们走。哎，你这鬼丫头坏得很，心眼不大，伤害性极强。我这次都有点同情张大人了。行了，我算看出来了，各位啊，都是身怀绝技、走惯流程的江湖人。大理寺这一遭，我还是头一次上花轿。陆先生乃睿智之人，并不讲明真相，却有指引他人到另一番真相的本事。只是，这张大人，看你的眼神似乎不太友善。唐喜带着尚方宝剑入京绝不简单，万不可放他们3人离开京城。是4人。案发当夜，我见到过陆师姐，我当时以为她只是闲人过来凑热闹，现在看来，陆师姐在这个案子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每个人都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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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与张毅又何止今日之事的过节？收起你满脸沮丧的表情，不要忘了，我们现在是去见谁。这里便是冠绝京师的花满楼，虽然是烟花色海之地，却有一份似真似幻的风流光景。这里的姑娘精通琴棋书画，不过是寻常之事，风情万种，各有千秋，文人墨客皆能找到心头所好。怜惜起来，反倒怕自己多情，连累了你。让我看看哪个姑娘能入我的眼。双眸似水，明艳动人。可惜我偏是红尘俗人。
真乃人间艳娘子。就是他，双眸似星辰半月，眼角眉梢却是压不住的风流媚态。若我是少年郎，必与佳人夜夜笙歌到天明。少主好眼光，这便是引荐我们到此的花说月花娘子。得了她，整个花满楼就都是你的。俗了。你若是图了花满楼的密报和价值来看这位美人，就永远都配不上她。花娘子不爱金银珠宝，古典藏书也不喜，绫罗绸缎如子嗣。我知你最爱这玲珑寒梅，特意让那御花园的工匠培育出的春梅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能办得到。四月飘雪，梅花绽放，终究是被俗人污浊的死物，没了生气。这梅花开在花娘子的眉间，才鲜活，满园春色。我啊，倒是一直有一个想要的东西，只要能博佳人一笑，上天入地，未尝不可。哦，那我要飞鸟入海，海鱼穿云，梦入神机知天命。实在是个妙人，极少有女子能如你这般洒脱自在。唐门少主与传闻中一样，是个疯癫看不透的人物。你们的雇主已等候多时了，请随我来吧。真是来见幕后主使。分明是江湖中人，却能把东厂与锦衣卫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本事确实了得。在下唐喜，吴千古，渊然，陆世杰，拜见西极市场厂工大人。哎，又不是在宫里，无需那些繁琐礼仪，这样你们也自在。多谢王大人照顾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唐门少主聪慧，但是过人。听朔月所讲，此次劫持李晨阳竟由你一手策划，着实给了我不少惊喜。不过是一些余兴的小节目，既能入厂工之眼，想必我们是通过您的考验了。倒也不谦虚。
我要是谦虚，反倒是不真诚了。考验之事，是我想试试诸位的能力。如有冒犯之处，还望见谅。冒犯谈不上，是王迟。我们只是来拿属于自己的那份酬劳。请。东瀛忍术，王迟走狗，请多指教。走。你急于立功，我能理解，但是连跟踪这种蠢事你都能做得出来，你是多想证明自己有搞砸一切的能力？我已知晓结案的幕后主使，总比你这光有探案头脑，却只能傻笑办事的人强。我就不应该救你。沈攸之被张仪带走了，怕是东厂已经知晓您与此次结案有关。我就是让老东西们知道，最近是谁在敲打东厂，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下去吧。是。我想彻底铲除东厂在朝中的势力，故而需要诸位的协助。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可不单单是善后李晨阳之事那么简单了。汪大人，抬举了。西厂如今势力在东厂之上，更何况，您应该比我们更加了解东厂厂工商华的底细。哪里需要，我们这些江湖人士小打小闹的协助。这会儿又谦虚了。东厂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，想要铲除，并非易事。但若是皇上对东厂失望了，那就不同了。所以我需要找到东厂真正搜集密报的地方，得到所有对东厂不利的账簿与材料，而这些事情只能由你们去做。汪大人是想找一群即便是计划失败也不会暴露自己的替死鬼。大人算盘打得不错。这是件有趣的事，但需要您的全力配合。我们与您之间，除去彼此利益的绑定，就只剩下您不会对我们杀人灭口的信任。唐门少主看得果然通透，我喜欢和聪明的人做事儿。您帮我更进一步靠近东厂厂工商华，才能打探出更新的消息。如果东厂真正的密报搜集地那么容易被找到，就不会让您如此费心了。简单，老东西最近有病抱恙，也该去见见。沈大人有没有受伤啊？要不要先去大理寺处理一下啊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张大人，镇抚使大人就交给我们俩安排，您早点回去歇歇吧。哼，看来这位沈大人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。哎呀。性命，夺我其朔月之恨，不共戴天。林峰，
你梦魇了？昨夜突然听到张毅这号人物，让我想起不大爽利的旧事。你无需向我多解释，你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厂公大人。即便要了我的命，何人敢多言语？罪上不饶人。来人，在。去东极市场，通知大理寺卿裴元东、大理寺少卿张毅一并前往等候。是。有志，什么事情让你险些乱了方寸？瞒不了您的眼，西极市场督主汪直到东城已是打听了责了。来人，更衣。报好了，这可是万贵妃的新宠，若出了什么差错，不仅你的脑袋要落地，或许你们东极市场执笔太监的位子都要换人了。汪长公，我执笔太监的位子换不换，是圣上的决断。难不成你现在都能替圣上做主了？哼！看来新上任的宋提督想试试我西厂的能力。哼，好，明日我就奏请陛下，满足你的要求。近日京城百姓是如何议论大理寺与东极市场查案之事？裴大人可曾听闻？下官略有耳闻。大理寺抓捕疑犯，最后却将疑犯无罪释放，让大理寺与东极市场沦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此事总要有人担责，免得朝中之人争相模仿。老臣自当有愧，为表谢罪，明日便向圣上请旨辞去大理寺卿一职，告老还乡。哦，裴大人能有如此觉悟，实乃朝中之表率啊。回汪长公大人，此事错不在裴大人，是在下探案心切，擅作主张，才造成大理寺与东极市场如今的局面。张毅，下官愿承担所有责任。张毅，哼，是个敢担事儿的主，既然毫无证据，捉拿疑犯的蠢事是由大理寺少卿张大人一手促成，那么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治之清浊之源也。本朝太祖重法制，就编30卷大明律例，哪一卷提到了由于大理寺官员办事不力，遭百姓诟病而治罪的？义父，您误会了，您抱病有恙，休养生息，结果是这帮无用之人偏让监斩李晨阳的冯海遭难，罪臣李晨阳逃跑，至今没有音讯。这桩桩件件之事，都是东厂的奇耻大辱。此事总要有人担责，免得朝中之人
争相模仿。哎，你们都坐下吧。王长公抬举了，如今我已风烛残年，剩下的只是这个年岁，哪有资格再让您称我做义父？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喜不应喜，无喜之事；怒不应怒，无怒之物。我也看透了，你也无需介怀。是义父介怀了。我身居西极市场场公，但却从来不敢忘怀被义父一手提拔栽培的恩情，总想让您处处顺心如意，安心颐养天年呢。时以虚之，虚以实之。你我以诚相待，诚之以信。至于王长公看重我修身养志之事，那就不应以小节伤大节。为我谋利，不如谋安。我现在所求甚少。汪长公，这大清早，你以西厂的名义来东厂兴师问罪，哪曾哪面视厂公为义父孝敬了？孝敬，自然不以言表。把我为义父准备的礼物呈上来。义父，知晓您酷爱书画，前些日子我特意向陛下讨要赏赐，陛下亲笔作画，宋朝名相王安石的江上，今日孝敬给您。请王长公替我谢过陛下，我一定将此画小心地挂于屋内。将我昨夜抄写的《出师表》回赠于陛下。如此，我想义父的心情定会顺畅许多。至于你们，东厂不在乎这些没脸面的事，我西厂也不再追究。但记住，事情终究是要有结果的。没用的东西，连只猫都照顾不好，怎么能照顾好我的义父？小喜子，小的在。你留在东厂一日，好好教导厂公身边照顾的人，给他们看看你是如何照顾贵妃的宠物。是。汪督主，陛下与贵妃娘娘大喜，召您速速入宫。义父，我先行回宫伺候陛下，愿您福寿安康。有劳汪大人了。